新婚夜，老公手机收到的一叠艳照，让我从天堂跌落地狱。整整3年，老公沈南风嫌弃我脏，不愿意碰我。他说要睡100个女人来惩罚我的不忠。后来沈南风提前结束了烈焰游戏，要回归。他打电话让我洗干净，等着他临幸。电话里传来的却是男人的低笑。没空，他要陪我。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沈南风惩罚我这件事，圈内人尽皆知。结婚当天晚上，沈南风的手机突然进来一条消息。沈南风看完后，就把手机恶狠狠地砸在我面前。宋月，你竟然背着我乱搞！我莫名其妙地捡起手机，看见手机上的艳照，傻眼了。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承认。不是我，南风，我没有做过背叛你的事情，这一定是合成的。合成的？难道不是偷拍？看看这腰上的红痣。宋月，我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贱人！沈南风气得发狂，红着眼睛对我嘶吼。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照片，我只知道我清清白白的，从来没有拍过这样的照片，也从来没有和别的男人有暧昧。为了让沈南风相信我，我抓住他的手。南风，你相信我，你要了我就知道我不是那种人。我和沈南风5年感情，没有越雷池一步。我们都想着把最美好的一切留在新婚夜。我急切地抱着沈南风，让他碰我，这样我的清白就能自证。可是沈南风不愿意碰我，他嫌弃我脏，他说那层膜可以做手术修补。沈南风只凭借照片上的女人被 P 上去和我一样的脸，只凭借女人腰部有一颗红痣就判了我的死刑。他不听我任何解释，摔门而出。我找了沈南风一夜，最后在会所的包厢找到了沈南风。他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会所的公主陪着他。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和公主刚刚做完。我不敢置信，眼泪夺眶而出。为什么？为什么？沈南风他睥睨着狼狈不堪、痛苦到极致的我，冷笑。这是给你的惩罚，我是无辜的。我嘶吼。宋月，你记住，是你背叛我的。我沈南风最恨的就是背叛。从现在开始，我要睡足100个女人惩罚你。沈南风说到做到。从新婚开始，对我长达了3年的折磨。3年时间，沈南风睡遍了身旁的女人，秘书、助理、客户、同学，我闺蜜。我曾提出离婚，终止这段畸形的婚姻，可是沈南风不愿意。在我提出离婚的时候，他掐着我的脖子，恶狠狠地吼：宋月，我不会离婚的，这辈子你只能守在我身旁陪着我。你要是再敢提离婚，我就弄死你奶奶，你大伯一家。说到做到。我奶奶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我父母双亡，是奶奶含辛茹苦的把我抚养长大的。奶奶是我的牵挂，是我的软肋。我不能让沈南风伤害奶奶。面对沈南风的伤害威胁，我只有忍让，连死都是奢侈。3年的婚姻，沈南风外面的女人一个比一个嚣张。一开始的沈南风的女人只是打电话发消息给我看他们和沈南风的亲密视频照片，我无动于衷，没有任何反应后，就有人开始来堵我。我这个所谓的沈家少夫人被沈南风外面的女人泼咖啡泼饮料已经是家常便饭。沈南风那些女人找我只有一个目的，让我和沈南风离婚。他们说辞都一样，沈总他不爱你，你为什么不离婚？宋月，你怎么这么下贱？我的脸被沈南风外面的女人踩在地上摩擦。
沈南风换女人很频繁，够味道的就1个月，不够味道的3天。他说至少要8年时间才能睡完100个女人。他说他从20岁喜欢我，耗费了他8年的青春，我背叛了他的爱，所以他必须惩罚我8年才平衡。日以继夜的折磨让我从以泪洗面、心痛如刀绞到麻木无视。我完全接受了沈南风的所作所为，就算沈南风睡了我最好的朋友闺蜜，我也接受认命不吵不闹。只是我没有想到沈南风会越来越没有下限，他竟然和宋明珠搞在了一起。宋明珠是我大伯的女儿，比我小1岁。宋明珠和沈南风睡过后，就迫不及待地来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扶着细腰，满脸得意之色地给我看他身上的草莓印，说出了和别的女人一模一样的话：宋月，沈少他不爱你，既然这样，你干什么要死死地守着这个位置？离婚不好吗？我看着宋明珠沉默不语，他继续挑衅我：宋月，你还记得当初我和你说的话吗？我说过，总有一天我会爬上沈南风的床，取代你的位置。现在我实现了。宋明珠自小就和我不对付，她喜欢抢我的东西，我的玩具她要抢，我的衣服她要抢，只要我看上的宋明珠都要夺走。当初我和沈南风谈恋爱时候，宋明珠不是没有动过心思，只是沈南风不上钩，所以宋明珠没有得逞。宋明珠翘着嘴角：你当初不是说过沈南风会一辈子爱你吗？现在还敢这样说？我看着宋明珠得意的脸，没有忍住赏了她一个耳光。宋明珠捂着脸跑了出去，她去找了沈南风，给他做主。沈南风没有让宋明珠失望，很快就来找了我。他搂着宋明珠，冷冷地命令我道歉。让我给宋明珠道歉，自然是不可能的。沈南风对我的不听话很不高兴，他威胁我，什么时候给明珠道歉，我就什么时候回来。对了，从今天开始，我会停了你的卡，你别想从我手里拿到1分钱。沈南风威胁我不给我钱用的时候，应该不知道我其实早就没有用他的钱了。没有等到我的道歉，沈南风大张旗鼓地和宋明珠成双入对，他还大手笔地给宋明珠买了珠宝首饰，哄宋明珠，甚至还摘下了我为他买的婚戒，扔进了垃圾桶。宋明珠发视频给我看他和沈南风的恩爱点滴，我视若无睹。如果宋明珠能让沈南风放过我，和我离婚，对我来说也不算坏事。就这样，宋明珠和沈南风在一起鬼混了1个多月后，我大伯和大伯母突然来找我了。他们让我和沈南风离婚，成全宋明珠和沈南风。我大伯母嘴里唾沫星子直飞：小月，你和沈总反正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既然这样，就成全你妹妹吧，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大伯也跟着点头附和：只要你肯离婚，我们会让明珠和沈南风说说，多给你一点抚养费。我看着大伯和大伯母2张无耻的脸，无声地笑了。离婚没有问题，离婚协议早就准备好了，我净身出户，只是得拜托你们让沈南风回来签字。看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大伯和大伯母欣喜若狂，马上给宋明珠打了电话。不知道宋明珠是怎么和沈南风说的。消失了1个月的沈南风晚上回来了，他像是一个帝王一样坐在沙发上睥睨着我。听说你想离婚？我很平静地和他对视，是宋明珠想转正，我看你和他这么情投意合的，想成全你们。沈南风冷笑：我知道你想离婚，你每时每刻不想挣脱出去，
但是宋月，离婚的事情你别想，不可能。沈南风不知道为什么气急败坏的，他看我的眼睛带着凶光，我收回目光，依旧是很冷淡。如果你想离婚，我随时都可以答应你，但是如果你不想离婚，那就麻烦你处理好宋明珠的事情。我要是不答应呢？沈南风冷笑，别说，宋明珠挺纯的，也比你干净。她和我在一起时候是处。我无声地笑了。宋明珠是处，宋明珠干净。但凡沈南风稍微的打听一下，就应该知道宋明珠曾经做的事情有多惊世骇俗。她14岁就和人搞破鞋，16岁就带了肚子。宋明珠要是纯洁干净，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脏的人了。看我笑，沈南风很恼怒。你笑什么？宋月，想要我摆平宋明珠，你必须求我。求你？我不解地看着他。求我伤了你？也许我可以帮你一下。我扯了一下嘴角。求他？像从前那样被他羞辱？我曾经抱着他的腿，一件件解下我的衣服，让他验证我是不是干净。可是他扒开我的手，转身去睡了夜店的公主。我不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那么贱，那么不要脸的。沈南风他嫌弃我和别的男人暧昧不清白，难道他就没有想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吗？他比牛郎还要脏，至少牛郎是为了钱，可是他呢，只有兽欲。别说我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就算我真的和人在一起过，他不接受就分手，一别两宽。这么折磨我一个弱女子，算什么男人？我露出一个讽刺的笑容。不用麻烦了。见我不愿意求他，沈南风愤怒地扑过来，一把揪住了我的头发。我的头皮被他扯得生疼，他强迫我仰头看他。我静静地看着沈南风，眼里无爱无恨。沈南风越发的愤怒的了，他恶毒地咒骂我：你一个人尽可夫的婊子，有什么资格和我叫板？这是沈南风第一次对我这样恶毒的辱骂。之前他只是说我贱，骂我不要脸，但是今天他骂我婊子。他看我的目光带着滔天的恨意。宋月，我竟然不知道你这样恶心，14岁就和男人睡，还打过胎，你特么的到底还瞒着我多少事情？沈南风一边骂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手术单，砸在我身上。手术单碰到我的身子后落在了地上，我扫了一眼，看见了上面的患者签字：宋月，名字是我的名字，但是字迹和我截然不同。你特么的到底和多少男人搞过？沈南风对着我怒吼。我没有回答。沈南风手下用力，我感觉头皮都要被他扯破了。我没有喊疼，只是这样静静地看着沈南风。他越发的气得不能自控，竟然伸手来撕我的衣服，嘴里骂着我：贱人，下贱的东西，难怪婚前不让碰，原来是心里有鬼。我一动不动地看着沈南风撕开我的衣服，不忘记提醒他：你说要睡足100个才碰我的，现在你才睡了50个。我的平静冷漠让沈南风抓狂，他竟然低头来吻我。看着他低头下来，想着他那张嘴不知道和多少女人贴过，恶心充斥着我大脑，我哇地吐了出来。沈南风骂骂咧咧地脱下被我吐脏的衣服去洗澡，他没有离开，而是叫了宋明珠人过来。宋明珠来得很快，是我开的门，进门就得意洋洋地看着我：我会慢慢取代你的位置的。我已经无所谓沈南风和宋明珠的事情，只是想到刚刚沈南风给我看的手术单，还是问了宋明珠一句：手术单是你的对不对？你当初打胎用了我的名字。宋明珠脸色一僵，很快冷笑：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宋明珠没有承认，
但是他的慌乱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他警告我：宋月，你别想妄图攀咬我。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攀咬我，我就把沈南风和你的事情告诉奶奶，一个两个都用奶奶来威胁我。他们都知道我的软肋。我没有再说什么，已经没有必要解释的事情，随便他去吧。当天晚上，主卧室被沈南风和宋明珠霸占了去。我没有上楼，坐在一楼客厅，静静地听着宋明珠的叫声，无爱无恨。次日早上，我早早就醒了，很平静地去厨房做早餐。沈南风和宋明珠是在我做好早餐携手下来的。宋明珠穿着我的衣服，满脸春色。姐姐，我没有换洗衣服，就穿了你的，你不会不高兴吧？我摇头。你喜欢可以都拿走，我没有意见。沈南风冷冷地看着我，啰嗦什么？早餐呢？我转身去厨房端了3份早餐出来，看我平静地摆上3个人的早餐，沈南风眼里都是阴鸷。明珠不喜欢吃粥，你重新做一份三明治。家里没有三明治的材料了，要我现在去买吗？我很恭顺地问。沈南风眼睛通红地看着我，我脸上表情平静，看不出丝毫的不高兴。宋明珠先开口：不用了，今天就先这样吃吧。行，你以后喜欢吃什么可以告诉我，我提前准备好。话音落下，沈南风掀翻了桌子，粥被打翻了。宋明珠发出惊叫声：烫死我了！粥其实一大部分都在我身上，但是喊疼的却是宋明珠。沈南风心疼宋明珠，抱着宋明珠去了医院。我留下收拾了残局，再把烫伤的手涂抹了一些药膏。好几天没有回去看奶奶了，我打算等下回去看一下奶奶。我收拾了一下，准备出门。奶奶那边先有电话进来了，打电话给我的是奶奶的邻居，说奶奶晕倒了，人已经送医，让我马上去医院。我慌乱地赶去了医院，医生给奶奶检查后说奶奶肾衰竭，需要做移植手术，手术费用不是小数目。我手里没有那么多钱，于是给大伯打了电话。大伯在电话里说，手术费我可以承担，但是你必须和沈南风离婚。大伯的要求我没法做到，毕竟现在不是我不离婚，是沈南风要耗着我。我转而给沈南风打了电话，他没有接。为了奶奶，我只好给沈南风发了消息：奶奶生病了，我没有钱，你能借点钱给我吗？沈南风没有回我的消息，我看见消息已读，也就是说他不是没有看见，只是不想帮忙而已。奶奶的病要先做透析，还得配对。医生说找到肾源做手术要几十万，再加上后期的治疗费用也很高，让我得有思想准备。我的工作1个月只有1万块，肯定是没法负担这些费用的。沈南风不肯帮我，我低声下气地给他发了好多消息，打了好多电话，他都不予理睬。大伯一家也不肯出钱，也在拿捏我。大伯和大伯母竟然来医院找我，让我和沈南风离婚，成全宋明珠。他们一直认为是我死皮赖脸地缠住沈南风，不肯离婚。大伯母尖声尖气地说我自己留不住男人，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太吵了，完全不顾一切。奶奶是个敏感的人，她听见了大伯母和大伯逼我的话，气得当场晕倒。奶奶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1天2万的费用把我手里的存款很快就花光了。我无助地再次给沈南风打了电话，他电话关机。我又给他助理打电话，助理说他和宋明珠去巴厘岛度假去了，助理也联系不上他。绝望的我想到了高利贷，我准备去借贷高利贷救奶奶，却在过马路时候发生了车祸。
当场撞晕了过去。醒来时候已经是深夜，病房内亮着一盏灯，疼痛从四经八脉传来。我嘶了一声，醇厚的宛如大提琴般优雅动听的声音传来：醒了，感觉怎么样？我看向说话的男人，不认识，不过那张脸是我目前见过最好看的。男人的声音很温和：你伤了骨头，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我不能休息，我奶奶还等着我凑钱做手术。我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却因为疼痛又倒了下去。男人伸手扶住我，往我身后塞了一个靠垫。他身上一股檀木的香味，很好闻，让人安心。你别急，慢慢和我说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有魔力。我竟然对着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男人说了我奶奶要做手术的事情。他静静地看着我，在我讲述的时候又给我倒了一杯水。我知道了，你是因为我受伤的，我会对你负责。你奶奶的事情我会安排人跟进的。我以为他只是安慰我的话，没有想到他竟然不是在安慰我。次日早上，我奶奶的主治医师就主动来了我的病房，和我说我奶奶的事情。肾源找到了，手术费用戚少也安排人垫付了。事情发生的峰回路转，我不知道要怎么感谢那个帮助我的男人。我根据医生说的他的名字查了一下，叶廷霄，南城顶级豪门叶家七少爷。他竟然是那个传说手眼通天的叶家七少爷。传闻叶家七少爷手段狠辣，对人冷酷，是个活阎王。可是我见到的叶廷霄却不是这样的人，他温和可亲，平易近人，他和外界传闻完全不一样。我在医院住了1个礼拜，这期间我没有见过叶廷霄。不过他的新闻一直出现在头版头条，雷厉风行地收购了2家公司，拿下了西南地标，还出席慈善晚宴，拍下了价值几个亿的粉钻。因为叶廷霄的关系，给我奶奶做手术的是最好的专家。我奶奶的手术很成功，只需要后续恢复就能没事。我心里很感激叶廷霄。我欠了叶廷霄，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偿还。他这样身份的人，不缺钱，不缺物，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偿还叶廷霄的恩情。当面说一声谢谢，这是做人的根本。我出院去见叶廷霄，当面感谢他，才知道要见叶廷霄并不容易，每天都有很多人要见他，都要排队预约。我没法去见到叶廷霄，甚至连他电话都不能拿到。无功而返，却看见了宋明珠给我发的消息：宋月，我怀孕了。随着消息过来的是一张孕检单，显示孕3周。宋明珠怀了沈南风的孩子。3年来，沈南风虽然找了不少女人，但是没有一个女人怀上他的孩子。宋明珠是第1个。沈南风应该是很喜欢宋明珠吧，不然不会让宋明珠怀上他的孩子。那个曾经对我深情地说只爱我一个，只要我生他的孩子的男人已经离我远去。我和沈南风已经物是人非，再也回不到从前。我站在霓虹闪烁的街头，为我失去的爱情流下了最后的眼泪。我知道我和沈南风之间无论如何要做一个了断了。在我流泪的时候，耳旁传来汽车的刹车声音。我抬头看见面前停着的限量款高大威猛的巴博斯，车窗降下，露出男人那张金贵清冷的脸。我呆呆地看着叶廷霄，叶廷霄也在看着我。少卿，有些沙哑的声音响起，上车。我上了叶廷霄的车，开车的司机马上发动了车子。这是我第2次见到叶廷霄，我想要和他说谢谢，可是却不知道要如何说起。他闭着眼睛坐在我身旁，没有看我一眼。
我在心里打了好几遍腹稿，也没有把话说出去。后来司机停下了车，旁边的叶廷霄睁开了眼睛，他的眸子带着不正常的红色。他伸手抓住了我的手，我吓一跳的同时，一把抽出了我的手，结结巴巴的：七少，我是来谢谢您的，感谢您对我奶奶的帮助，救命之恩无以为报。那就以身相许吧。他的声音沙哑，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发现了他眼里的隐忍之色。他就那样看着我，我刚刚在宴会上被人算计了。如果你愿意，我愿意。我脱口而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像是做梦一样，我被叶廷霄拉着手带进了他寸土寸金的奢华别墅，踢上门，他就俯身吻了我。我晕乎乎的被他抱在怀里，衣服被扯得七零八落的。这个晚上是疯狂的，我像是在海面上漂泊的一叶小舟，被狂风巨浪摧残肆虐，欢愉和痛苦并存，最后晕了过去，人事不省。次日早上醒来已经是午时，身旁空空如也。如果不是腰酸痛的厉害，我甚至以为昨天晚上的一切是场梦。床边摆放着准备好的衣服，我的衣服昨天晚上已经碎成了碎片。不用说，这些衣服是叶廷霄为我准备的。我换了衣服下楼，发现叶廷霄竟然没有走，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午间新闻。看见我下来，他关了电视。饿了吧？我们先用餐。餐桌上摆放着5星级酒店送过来的大餐，我的确饿得不行，也没有客气地坐下开始吃。我吃得狼吞虎咽的，直到叶廷霄抽了纸巾擦拭我的嘴角，我才停下了狼吞虎咽。他好看的眸子看着我，慢点，小心噎着。我放慢了速度，偷偷地看了叶廷霄一眼。他竟然也在看我，被他这样看着我，实在吃不下去，只好放下了餐具。他又抽了纸巾，帮我擦伤嘴角。我有话和你说。我老老实实地看着他。你已婚？是，已经结婚3年了，3年还是处。你老公不行，他嫌弃我脏，不愿意碰我。我知道了，离婚跟了我吧。他轻描淡写地和我说，让我离婚。就像是吃饭谈论今天的天气一样的自然，我不敢置信。我给你半个月时间处理这件事，当然我也可以帮你处理，你选择哪一种？我看着霸道完全不给人留余地的叶廷霄，这才是叶廷霄的本来面目。的确，像他这样高贵有身份的人，怎么可能会好说话？我拒绝了，我自己可以解决。行，那我等你消息。叶廷霄安排司机送我去了医院看望奶奶。奶奶住在高级病房，有专门的护工照顾。我过去的时候，奶奶刚刚睡醒，她拉着我的手流泪。傻孩子，我可怜的月月，你的命怎么这么苦？为什么不告诉奶奶？我知道奶奶在哭什么，她知道了大伯一家的所作所为，也知道了我一直隐藏的婚姻真相。都这样了，我也没有瞒着奶奶。奶奶，我没事，都过去了。怎么能过去？老大一家太过分了，我绝不依。我擦干奶奶的眼泪，很平静地告诉她，奶奶，宋明珠怀孕了，我打算和沈南风离婚。和奶奶说清楚后，我心里放松了许多。我准备给沈南风打电话来着，沈南风的电话先进来了，颐指气使的，你人在哪里？马上回家来见我。我打车回了沈南风的家，他坐在客厅，脸色阴沉沉的，看见我进来就开始质问，你人去哪里了？为什么这段时间都不在家？你是不是出去和男人鬼混了？我坐下，点了点头，是，我和男人鬼混了。沈南风没有想到我会承认，过去无数个日夜，他逼着我承认自己不干净，我从来都是否认，
一直在解释让他相信我。可是今天我承认了。沈南风表情僵硬，眼睛瞪大了许多。我无视他的怒色。你要离婚吗？他咬牙切齿地拒绝。你想离婚？做梦！再不离婚，宋明珠的孩子就要打酱油了。你确定要这样对你心爱的女人？确定要让你和宋明珠的孩子变成私生子？你在吃明珠的醋？沈南风以为我心里还有他，他嗤笑一声，点燃一支烟。宋月，你求我，我可以，我不会求你。我打断了他，他手抖了一下，阴沉沉地盯着我。没钱的日子不好过吧？你求我，我可以恢复你的用卡，也可以帮你奶奶找肾源。不用了，我再一次拒绝了。我的拒绝让沈南风很焦躁。你真的要和我硬到底？宋月，我的耐心有限，现在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求我。我淡淡地看着他，你找我就是为了让我求你，没有别的话要说。你求我，我可以让宋明珠滚蛋，让他打掉孩子。如果你表现得足够让我满意，我会就此打住，回归家庭。沈南风觉得这是他对我的最大退让，是对我的恩赐。他觉得我那么爱他，一定会欣喜若狂地同意，一定会卑微地祈求他。可惜他的爱我早就不需要了。至于他的人，那么多女人睡过，除非我死或者我疯了，不然我肯定我是无法接受这样恶心的男人的。我平静地道，再怎么宋明珠也那么爱你，你也喜欢她的纯洁单纯天真，你们还有孩子，虽然是胚胎，但是也是一条生命。我建议你留下她。你什么意思？宋月，你知道我留下宋明珠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吗？沈南风愕然地看着我。我点头，我知道，我成全你们的爱情和你们的爱情结晶。离婚吧，对大家都好。沈南风疯了一样的跳起来摔东西，他砸坏了客厅里能砸的东西。我静静地坐着看他发疯。他砸东西时候，碎片割伤了我的手，我没有喊疼，就这样看着他。最后沈南风扔下一句走着瞧，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我没有处理沈南风的烂摊子，他离开后我也离开了。我准备打车，身后传来喇叭声，叶庭霄的车过来了。我上了车，他目光扫向我受伤的手。怎么回事？他不愿意离婚，砸东西碎片割伤了我的手。叶庭霄拉过我的手，放在手心，吩咐司机去医院，这是小伤，我的女人身上不能留下任何伤疤。我只好闭嘴，乖乖地去了医院。医生给我消毒，叶庭霄在外面等候。我听见他阴冷冷的声音，断了他一只手，那声音寒彻透骨的。我打了一个寒战。果然叶庭霄并不是那样好说话的人，外界的传闻绝不是空穴来风。处理好了手上的伤，我去病房看奶奶。叶庭霄竟然也跟着去了。他很温和地和奶奶说话，一点架子都没有。知道手术费用是叶庭霄垫付的，奶奶对他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他笑得温和平易近人。我和月月是朋友，朋友之间帮忙天经地义。叶庭霄很忙，没有在奶奶病房多待就离开了。我送他离开后返回，在走廊上接到了公司的电话，我被解雇了。我知道是沈南风的手笔，他不给我钱，断了我的工作，笃定我一定会去求他。只可惜这次他大错特错了。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个道德有标准的人，可是现在我竟然觉得，我就算是给叶庭霄当一辈子情妇，也绝不会回头去求沈南风的。我在医院陪着奶奶一直到下午。下午的时候，我去给奶奶取药，撞上了沈南风的助理。助理看见我停下脚步，少夫人，沈总他受伤了，人在这边手术。
我哦了一声，一过助理就走。助理被我的态度给搞糊涂了。少夫人，您不去看看沈总吗？我要照顾我奶奶，没空。你通知宋明珠吧，她肯定有时间。我取完药回到奶奶病房，没有多长时间，沈南风的电话过来了，我没有接。他打了好几个后发了消息过来：宋月，我受伤了，你过来照顾我。我给宋明珠打了电话，沈南风受伤了，你赶快来医院照顾沈南风吧。给宋明珠打过电话后，没有多长时间，宋明珠过来了，沉着脸来找我。南风说让你去照顾他，我没时间，你不去也得去。宋明珠怨恨地看着我，她舍不得我，怕伤着孩子，想让我休息，就只有用你了。毕竟这几年来，你不是一直和佣人一样照顾他吗？我看着宋明珠笑，要我照顾他，也不是不可以，给钱，1小时10万，不然想都别想。宋明珠瞪着我，你钻钱眼里了。宋月，你知不知道南风因为什么受伤？他被叶家七少爷的人打了。我心里咯噔一声，叶廷霄为什么要打沈南风？不会是因为我中午被沈南风摔东西伤了手吧？想想也觉得不太可能。我对叶廷霄来说只是几面之缘，他不至于为了我大动干戈。宋明珠当着我的面给沈南风发了语音，说我要1小时10万才肯过去照顾沈南风。很快，我手机里收到了10万转账。看在钱的份上，我跟着宋明珠去了沈南风的病房。沈南风的一只手打着石膏，脸色阴沉沉的，见我进去就冷笑：宋月，你很好。我冷漠地看着他，请问你要我过来做什么？端茶倒水，还是给你做饭洗衣服？沈南风定定地看着我，见我看他受伤没有丝毫的动容后，他愤怒的又用那只好的手开始砸东西。我站在门口看着他把床头柜上的东西都砸了，见我完全不为所动，他喘着气过来倒水给我喝。我人还没有动，手机有消息进来了，未知号码，我在停车场等你下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叶廷霄，没有理睬沈南风发疯，我转身就走。身后传来沈南风的怒吼声音：宋月，宋月，你回来！我来到停车场，一眼就看见了叶廷霄的车。我拉开车门上车，车上只有叶廷霄一个人，他表情很不高兴。你去照顾沈南风了？是，他给了我10万块。叶廷霄偏头看着我，只是为了钱，不然呢？你现在是我的人，我不希望你和任何雄性生物有接触。另外，离婚的事情最好加紧。我看得出他在生气，乖巧的点头。好，除了好没有别的话想对我说。说什么？我呆呆地反问。4个小时过去了，你就没有想我？他咬牙切齿地把我拉到他腿上。我想你了，从分开时候就想你这个妖精。密密麻麻地吻落下来，我被动地承受。意乱情迷间，听见手机在一遍一遍地响着。我被叶廷霄带回了家，在豪华别墅的3米大床上被他吃干抹净，一夜缠绵。我继续昏睡到次日早上，醒来时候才知道出了大事情。昨天晚上我去见叶廷霄，被宋明珠尾随后拍下了照片。宋明珠不知道我见的人是叶廷霄，只看见我上了那辆独一无二的定制款巴博斯，车牌号一查就知道谁是主人。宋明珠和沈南风都不相信我会和叶廷霄有关系，以为我见的是叶廷霄的司机或者助理保镖。尽管是这样，沈南风还是非常生气。这么多年来，我一个人独进独出，从来没有和任何异性有接触，就是怕他误会。现在竟然和一个不知名的男人有了关系。沈南风气得发疯，
宋明珠在他面前添油加醋地说可能是我的奸夫来约见我。沈南风气得拼命地打我的电话，终于在11点过打通了我的手机。手机那头传来男人的声音：他睡着了，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沈南风被气得发疯，他不顾自己手上有伤，带着保镖满城搜索我的踪迹。宋明珠给我手机发了消息，完全不掩饰他的得意和恶意。宋月，没有想到你竟然见到去和叶家的司机保镖勾搭，你就那么缺男人吗？你完了，你完蛋了！我没有功夫理会宋明珠，沈南风的电话再次进来了，我接通，他在那边咆哮：宋月，你敢出轨？你这个贱人，你竟然敢出轨！我要惩罚你，我要弄死你！相比沈南风的气急败坏，我像是无事人一样。沈少，我出轨别的男人，你不是早就已经认定了吗？人尽皆知的事情，用不着再次提醒我吧？沈南风喘着气：你怎么敢的？你就不怕我对你奶奶下手？不怕。沈南风，你敢动我奶奶，我杀了你！我语气里的仇恨和厌恶让沈南风难以想象。你就不怕我不要你？我告诉你，宋月，除了我，没有人敢要你。我手里的电话被人拿走了。叶庭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旁，他语气淡淡地对着电话道：谁说没有人要他的？我不就要了他吗？你是谁？你是宋月的奸夫，对不对？我要杀了你！沈南风咆哮：那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我这个人一般的人不敢动手。叶庭霄对着电话慢吞吞的：我脾气不太好，特别是对你这种渣子，给你1天时间去民政局把婚离了，不然我让你在这里混不下去。他语气的冷漠和上位者的威严让那头的沈南风气短。你是谁？我是叶七。电话那头没有了声音。沈南风一直以为我是和叶庭霄的司机和保镖有染，完全没有想到是叶庭霄本人。叶庭霄还是慢条斯理的：时间不多了，带上证件去民政局。看在你这么多年没有碰过我女人的份上，我可以给沈家留条活路。沈南风粗重的喘息声听得我难受。叶庭霄又加了一句：她很干净，是这个世界上最干净的女人。我得谢谢你没有碰她。沈家也算是豪门，但是和叶家这样的人家相比，实在不够看。沈南风在民政局等着我，我一点都不意外。签字离婚动作很快，全程我没有看他一眼。沈南风一直在看着我，在没有得到我的任何一个眼神回应后，他终于忍不住了：你什么时候和叶庭霄扯上关系的？宋月，你好手段啊！我竟然不知道。我抬起眼皮：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在我因为我奶奶的医药费走投无路，在我求你未果的情况下，他对我伸出了援手。沈南风表情很精彩：你什么时候求助过我？宋明珠不是说他爸妈会照顾你奶奶，说你都过去了，不用再提了。我打断沈南风：感谢你的不碰之恩，如果你当年碰了我，我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人，所以我真的谢谢你。沈南风的嘴唇在哆嗦：你以为你能嫁给叶庭霄？叶庭霄那样的身份是你高攀得起的，你最多做他见不到光的情人。我心甘情愿。我转身往外走。民政局停车场，叶庭霄看见我出来，从车上走了下来，很自然地伸手挽住了我的手。沈南风阴郁地看着我们交握的手，叶庭霄笑着对着身后的助理努嘴。助理上前一步，把一份厚厚的资料递给了沈南风。我和叶庭霄快步上了车，汽车驶离。我看见沈南风突然崩溃地扔了手里的文件，
他跟着我们的汽车追赶了几步，最后无力地瘫坐在地上。叶廷霄给沈南风的那份文件可谓是非常劲爆详细，上面列出了宋明珠这些年睡过的男人，以及他去医院打胎医生的证词，当然也包括宋明珠一家的录音。宋明珠在叶家的保镖的威胁下，抖抖索索地承认了他的英雄事迹。宋明珠不只是承认了他做过的那些不堪，还承认了新婚夜发给沈南风的我的艳照是他找电脑高手 P 的。宋明珠说他嫉妒我能够找到沈南风这样的男人，他故意 P 了我的艳照给沈南风，本来只是想恶心一下沈南风，让我们吵架，没有想到沈南风竟然当真了，竟然真的不愿意碰我。见沈南风相信了他伪造的东西，他又故意把他去医院流产的手术单做成了我的名字。他想要上位嫁给沈南风，他想把我踩在脚底下。沈南风没有放过宋明珠。几天后，我听说宋明珠大出血被送医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被沈南风安排人下重手，直接活生生的打流产了。据说宋明珠送医成了一个血人，她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孩子。沈南风对她够狠，不只是让她一辈子做不了母亲，还在宋明珠脸上划了10多刀。宋明珠这辈子活着只能生不如死。1个月后，我和沈南风又在民政局见了面。沈南风瘦了很多，看起来邋遢不修边幅。他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月月，沈少，我叫宋月，对不起，我很后悔。我没有理会他的道歉，只是快速的签字。离婚证拿到我的手里，我吐出一口气，终于自由了。沈南风跟在我的身后。宋月，我说如果以后叶廷霄不要你，你可以回来找我，我不想和沈先生有任何交集。谢谢，你恨我也是应该的。不是恨，沈先生，我对你早就无爱无恨，我只是单纯的不想看见你而已。我看着沈南风的脸，一字一顿。而且你希望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因为我和叶廷霄很快就要结婚了。什么？这怎么可能？你可以理解成母凭子贵吧？我轻轻地抚摸上我的肚子，这里面孕育着一个小生命。叶家没有我想的那么不通人情，叶廷霄的婚事自己可以做主，不用去看任何人的脸色。总之，谢谢你当初的成全，再也不见。我加快脚步，那边叶廷霄笑盈盈地站在车旁等着我，看我拿着离婚证走过去，他快步迎上来，当着沈南风的面搂着我的腰，给了我一个热吻。我被叶廷霄打横抱着上了车，汽车驶离，身后传来痛苦的哀嚎。我看向后视镜，见一个满脸是伤疤的女人把一把刀插进了沈南风的身体。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